女性从出经到停经约30多年，会经历约400次的月经周期。如果月经来潮时间有5天，也就是有2000个日子，换算下来，哇，一辈子大概有6年的时间都在流血，听起来很吓人，对吧？泛科学性教育专题弹性先修班前阵子呢，在 IG 上收集了5个看似简单，其实大有学问的月经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很多人非常好奇，月经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一定会有月经啊？甚至还很悲伤的问，可不可以不要有月经啊？你可能以为哺乳类动物是因为要生小孩，所以才会有月经，但不说不知道，其实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没有月经哦，只有包含人类的灵长类动物，还有少数的蝙蝠和象渠是有月经的。这个问题啊，许多研究者也很感兴趣。不过早期的研究视角有些富含浓厚的月经禁忌色彩，甚至在1920年代，还有科学家认为月经是有毒的，经血就是排毒的过程。1993年，马基波菲特博士他认为，月经的功能其实是要防御精子携带的病原体去感染子宫，是一种定期排出精子带来的病原体的一种机制。不过啊，这个假设缺乏了证据支持。在月经前，子宫内的致病微生物跟月经后比起来，并没有比较多，甚至啊，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月经期间由于经血富含细菌喜欢的营养，感染风险反而会增加。你有没有想过，月经的出现其实只是个偶然？根据2011年美国科学家俄梅拉博士等人的研究，他认为月经可能是母体的子宫与胚胎互相竞争营养而演化出来的一种副产物。是这样的，胚胎啊，如果要成长成为胎儿，需要从妈妈的身上吸收获取营养。每个月子宫内膜变厚，就是为了让胚胎更好的着床。但其实增厚的子宫内膜就像保护母体的城墙，防止胚胎太过深入子宫内壁，抢走太多妈妈身上的资源。而子宫内膜定期脱落形成的月经，不仅可以让增厚的内膜汰换更新，另一方面也可以淘汰掉有缺陷的胚胎，只让健康的胚胎着床。这样一来啊，就可以避免女性浪费体内的资源。从这个角度看，月经其实是子宫对抗胚胎的副产物。虽然这个说法似乎更好地解释了生理期的意义，但是对于为什么有月经，这只是其中一个解释方法，还需要更多面向的研究，无法就此拍板定案哦。那话说回来，到底可不可以不要有月经呢？答案是可以的。如果你的月经量过多，经痛非常严重，或者是你本身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透过服用避孕药、皮肤贴片来调整体内的动情素、黄体素的浓度，来模拟怀孕时的状况，持续使用呢，就可以抑制月经来潮。不过提醒您，避孕药有不同的种类，使用前应该主动与你的医师好好讨论，并且详细了解服药的方式以及它的副作用。接下来就是非常多人询问的月经周期问题了。为什么月经会不准？7到9天才结束是不正常的吗？有些人好像3天就结束嘞，为什么要好几个月都不来？月经周期太短会怎么样吗？来的天数每次都不一样，算正常吗？周期1个月都没来，正常吗？到底来几天算正常？隔多久才合理呢？人类的月经周期总共会经历滤泡期、排卵、黄体期以及月经来潮，而体内的荷尔蒙会跟着波动。同时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外在压力、身体条件都不一样，所以月经周期若在间隔25到38天左右。月经来潮这段期间是3到7天，其实都是正常的。如果你的月经一直都很规律，每次来的经血量也是固定的，那发生以下的状况就要特别留心咯。像是经期突然多于7天，经血的量也突然变多，或是伴随着头晕、无力、脸色发白等等的症状，就有可能是子宫肌瘤或子宫肌腺症等等的疾病。如果经期天数变少，则可能跟子宫粘连、结石等等有关，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脑下垂体长了肿瘤，或是甲状腺出了问题，导致排卵异常。有些人可能好几个月都没来，一来就来了2、3周，检查之后确定子宫没有病变，
这就可能是无排卵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主要因大脑中枢荷尔蒙分泌异常，或者卵巢本身排卵功能异常造成的出血。即使有上述这些可能性，但每个人体内的荷尔蒙波动以及所处的环境都不同，所以呢，也不一定真的就是生病了。可以试着记录看看自己的月经周期，观察自己的周期变化。只要你自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哦，建议还是到妇产科就诊。再来是很多人感到疑惑的血块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血块呢？而且血块又是如何造成的？是剥落太快吗？产生血块的原因是什么？是血小板的作用，还是因为喝冰的会让月经动起来？所以为什么会有血块？真的很不舒服月经来潮时，子宫内膜剥落的过程中，子宫壁的微血管也会跟着破裂，血小板呢会开始凝结血液，这些凝结的血液会跟着子宫内膜一起脱落排出。和血液相比，血块的体积比较大，所以呢才很容易在起身或是上厕所的时候呢感觉到它。甚至身体为了让血块可以快速的排出，子宫颈会跟着扩张，疼痛也会比较明显。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哦，请不用过度担心。许多人好奇，究竟为什么会痛？想知道月经为什么可以这么痛？为什么有些人经痛特别痛，有些人都不会呢？这些困扰芸芸众生的经痛，事实上分成原发性经痛跟续发性经痛这两种。原发性经痛是因为前列腺素分泌所产生的疼痛。在月经刚来的时候，体内的前列腺素浓度比较高，而前列腺素呢会让子宫收缩，产生疼痛。通常在月经来潮的第1、第2天会特别有感觉，不过随着时间过去，疼痛也会渐渐消逝。而另一种续发性经痛，则是由于骨盆腔发炎、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腺症或是子宫肌瘤这些疾病所造成的。这些人呢，通常在月经来潮前就会开始感到疼痛，其中有些人甚至在月经离开后还是继续痛，一直痛，痛到一个不行。如果你观察到自己的经痛属于续发性经痛，请寻求更专业的咨询以及治疗哦。在了解经痛的2种成因后，许多人更好奇的是，到底有什么方法是普遍适用可以舒缓的呢？究竟如何有效地帮助月经来的女生朋友？甚至有人直接问我们范科推荐哪些止痛药。如果想要及时舒缓经痛非类固醇抗发炎的止痛药，像是阿司匹林、布洛芬等等药物呢，可以减少前列腺素的产生量，同时减轻前列腺素在体内的作用，让经痛不要那么严重。如果可以的话，平时培养运动习惯，有充足的睡眠，学习在紧张的时刻放松，或是疼痛发生的时候呢，赶紧热敷，都有效舒缓经痛。根据调查，在台湾高达37%的女性选择自己吃止痛药来缓解经痛，30%的女性呢会自行热敷，20%的女性选择根本不处理，只有不到1%的人会选择寻求医生的治疗。或许在处理经痛前，先试着厘清自己的疼痛是属于原发性经痛或是续发性经痛，才能够对症下药哦。好的，以上就是关于月经饭团们最好奇的5个问题，希望解答了你的疑惑。谢谢范科学编辑群里的女性，从论文以及自身的经验整理出本集的内容，也再次向每一位女性致敬。身为一位女儿的爸爸，很高兴能够及时补修这些月经知识。想了解更多有趣和性有关的生理知识，可以点击资讯栏进入范科的专题页面弹性先修班，一起来认识我们的身体。请大家记得订阅偏赛范科学频道，成为偏赛网站的会员，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新知、生活科学、科学议题。我们下次再见喽！